今天我跟老板娘来我们隔壁的一栋楼来看一个门面房，这个房子有400多平的面积，一年房租只要20万，这个价格是真的很便宜。但是我感觉这个房子400多平，一年只要20万，它肯定是有自己的问题存在的。那我现在就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，让大家来说一下它到底值不值20万。它居然有地暖，这个设施是地暖的设施。这个楼梯是上2楼的楼梯，有点夸张呀。我现在发现这个房子的第一个缺点了，就是它1楼去2楼的楼梯太长了，有3节楼梯。它这个说是2楼，但是爬上来的距离差不多相当于爬到了3楼或者4楼。不过它这2楼加3楼的面积确实是非常非常大，我觉得得有个300多平的面积。哇靠，楼上的地板都全扒了。这个房子的上一任租客在走之前，把这个房子里面所有的装修全部都给破坏了。因为他们之前是一个摄影工作室，我认为这个房子里面的状态会非常好，没想到现在就几乎是一个纯毛坯的状态了。不过这个房子的房租还是很有诱惑力的，大家感觉这个房子怎么样呢？哇，这个大空间太舒服了，采光非常非常好。我刚跟老板娘看完房子往店里走的路上，竟然遇到小烈了。小烈这是有情况了，竟然偷偷摸摸的谈上恋爱了。我说他最近来店里的频率怎么变低了呢？别这么丑了，玩你们的游戏吧。整的人家很尴尬，玩游戏吧。没事，只要我不尴尬，就是别人。能看出来小烈的状态确实是变了，整个人都容光焕发。他女朋友今天来我们店里的话，还给我们带了蛋糕，还有祝福的花。现在1楼大电视这个游戏有人认识吗？这个游戏二哥和3弟已经玩了4、5天的时间了，还没有通关。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实际玩起来难度非常高。你俩感觉这个游戏的难度跟茶杯头比怎么样？茶杯头更简单。茶杯头更简单？这游戏比茶杯头还难？因为茶杯头我自己就可以过关了。我们店对面的酒店又换人了。我们搬过来3年的时间，他们已经换过3个招牌了。而且我听说上一个酒店他们可是投了300多万，结果干了1年多的时间就全部转让了。刚刚看到那个酒店转让了之后呢，我决定了一件事，就刚刚看那个房子还是不租了，因为那个房子的装修太贵了，起码还要再投入一个30、40万。像我们对面那个酒店，他们投了300多万，最后转让只转了几十万，亏的太多了。所以我综合考虑了一下，搬过去的话，可能并不会多赚多少钱，反而要多花很多钱。其实像我们这种小店的话，抗风险能力真的很低，你走错一步的话，你就结束了。所以我强行搬过去的话，我真怕会应验一句话，就是我们不生产财富，我们只是财富的搬运工。我们俩会合了。老板娘现在在这跟店里的顾客联机玩游戏，这个游戏是前几天刚出的幻想生活，他们最近都迷上这个游戏了，还一直在给我安利。然后我就玩了10几个小时。幻想生活这个游戏给我的感觉特别神奇，它竟然是把经营模拟和冒险 RPG 相结合了。这个游戏里面有3大类14种职业，想干什么都可以，职业还能随时的转换。游戏里面能种田、能钓鱼、能做饭、能打架，甚至每个职业都有独立的天赋树。战斗的过程竟然还可以用闪避和连招，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把动森和塞尔达相结合了一样。游戏也是开放世界，里面能攀爬、能游泳，还有坐骑。地图上还有各种任务、隐藏宝箱和随机事件。探索中我们积累的东西都能带回到自己的小岛上，岛上可以钓鱼、建造、种地，整个岛的地形还可以自由塑造。最夸张的是，游戏竟然支持4人跨平台联机，可以组队打 BOSS、做任务、探索地下城，也可以一起建设岛屿。游戏内容真的非常多，我只讲了一部分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了解一下，真的还挺好玩的。啊，曼城？是曼城25到26赛季的新球衣。哦，你不是之前有一件吗？那是24到25赛季的。你看这个衣服的质量也就30块钱。嗯，你看有这点料吧？你看30块钱，30块钱。都能透光，你说？30包邮，30包邮。但是我去年买的是 M 码，今年我买的是 L 码，它是有点挤。那只有一个可能，我变壮了。不是谁家买衣服他都不试试合不合适，他就把标给拆了呀。还有一个办法，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。加菲，咱们刚看那个房子，不是20万1年房租，咱们不租等于省了20万。然后我拿出来5000买个 PS5 Pro， 然后我把这件衣服送给你，我再花300再去买一件，什么东西？咱们还约等于省了19万4400。
啊，这个 PS5 Pro 是怎么出来的？你让观众说有没有道理？观众说有道理的话，我就买 PS5 Pro。然后观众还让你把这件衣服送给我。对啊，这件衣服送给你，然后我再去买一个大码的。老板娘总是感觉我在忽悠她，那就大家给她分析分析，我说有没有道理？那个房子我不租了，是不是省了20万吧？然后我再花5000去买个 PS5 Pro， 我是不是还省了19万5？大家就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觉得我说有道理的，请在弹幕上打1；觉得我说的没道理的，请打2、3、4、5、6。你们现在自己动手了，开始。我们店里的顾客真的太自觉了，因为我们店里已经没有位置了，他们10个人又想玩桌游，就自己打开了遮阳帘，自己拿出来桌子，自己拿出来凳子，准备在门口玩桌游了。天哥，成熟的顾客应该学会自己寻找场地。拆盲盒，拆盲盒。这是哪里特产？义城。义城是哪里？义城是哪里？这3个字没一个我认识的。说出这3个字是什么字的才能吃？吃烙腿，是吧？说对了，哎，肯定不是，因为我也不认识。居然还给我们寄了好几种口味儿，感觉是用那种石子烙出来的。对。no， 这个超好吃，这是红糖味儿。红糖味儿。有山西的观众认识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吗？它的外表就是用石头煎出来的，然后特别的有嚼劲儿。里面的馅儿的话有绿豆馅儿、红豆馅儿和红糖馅儿，红糖的我觉得最好吃。老板娘给在外面玩桌游的顾客每人都买了一支雪糕。为什么给大家买雪糕呢？是因为大家都太支持我们了。桌游店不止我们这一家，大家选择在外面玩都不去别人家玩的话，这是对我们很大的一种支持。我跟老板娘是必须要表示一下的。在店内的顾客也是有奖励的，因为我们店经常会收到一些全国各地的特产，我们就会分给当天在店里的顾客一起尝一尝。但是这些特产不一定全部都是好吃的。怎么说？老大这顿饭太纯了，一会儿我要给你做饭了。上赛季我们阿瓦隆的惩罚就是让我亲手做。1、2、3、8、10，你随便带了。今天我要复刻一下我之前喝过那个饮料嘎啦牛奶辣椒汤。我们现在已经把嘎啦汤给煮好了，一会儿要加上牛奶和辣椒。为什么我今天要做饮料呢？是因为我们店桌游是有一个积分系统的，每个月结算一次，最后1名的奖励就是喝我亲手做的饮料。等会儿都说不出来。你放4离职了？没有没有。我真没放。哎呦，今天的游戏太纯了。不是这个游戏这么上瘾吗？真的很上瘾，玩着玩着时间就过去了，玩着玩着天就亮了。受不了了。今天这批游戏太纯了。这个是今天比较期待的一个，这是从新疆寄过来的。哦。新疆寄过来的东西我都比较期待。哦，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了。哦，是一个你们绝对想象不到的一个水果，水果吗？蔬菜。蔬菜。西红柿，胡萝卜。说对了，西红柿。哦。哦呦，这个包装跟上次那个白玉枇杷异曲同工啊。有没有草莓味儿？怎么可能有草莓味儿？很甜，水很多，酸酸甜甜。这个新疆草莓西红柿给我的感觉就是汁水特别的多，而且里面一点都不沙，就像吃水果一样的感觉。它的汁水多到什么程度？你一咬的话，它会爆开，特别容易把衣服给弄脏。完了，你衣服。我就说这衣服，我就说这个西红柿水多吧。这个汁水真的太多了。一咬就爆。现在老板又开始在这跟小辉儿还有旭哥在这踢球了，比分现在是1比1，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一局结束的时候会是老板赢呢，还是小辉儿赢呢，还是进入点球大战呢？哇！我真没拦住。哟，我去，哈兰德牛逼！牛逼！结束。猜猜我是谁？这个好猜吧？啊？
噔噔噔噔，蚊香蛙。哇！有一说一，人说像一眼蚊香蛙。啊！背面长得像一只苍蝇。啊，不像一只苍蝇。啊，对啊。像苍蝇可还行。啊11点，你俩班都不下了。不下了，没办法，没打完任务啊。太好玩了，不打完有点亏呀。现在已经晚上11点多了，老板娘跟店里的顾客玩这个幻想生活玩的太着迷了，说没打完任务不能走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视频，一定要给我们投币、点赞、关注一下，尤其是投币啊，各位真的非常感谢大家。那咱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。